谢长宁，你也配模仿纸云额间的花钿？若不是你先选了朕，他又怎会被赐婚给江林渊？她才是我真正的皇后。原来这5年的相助，竟是为你心头爱疼位置。这5年来，每一次与你亲密接触，我都觉得无比恶心。你去为他偿命吧！为他偿命吧！为他偿命吧！我这是重生了。臣预言，丞相府必出一女，能预知未来。国师说的没错，我也知道自己就是天命女。我每日故意将这天生重瓣莲花遮住，而我的术姐却在眉心画出火红羽凤，装出来的天命女当然配得上薄情的废王了。一个花钿如何能说芷云便是天命女？父皇，儿臣愿以当年您给的一道空白圣旨，求取丞相庶女谢芷云。那圣旨是江景和母妃舍命换来的底牌，没想到他竟为了谢芷云。谢长宁，此事你如何看？回皇后娘娘，瑞王爷喜欢我家庶妹，是谢家的荣耀。她只是庶女，担不起尊贵命格，望母后成全。你与长宁是青梅竹马，你如今……从前是儿臣将谢长宁当作妹妹，却不想让众人误会。好一个妹妹！太子周身龙气环绕，若没有我的气运加持，他拿什么争？既然他押上全部身家要庶妹，那我成全他吧。谢小姐留步，王爷有请。当初云儿向你求救，你便是让她在门外等足了3个时辰，如今这滋味好受吗？上一世军机不可耽误，所以我才拦下他。他大获全胜，却记恨我。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谢长宁。虽然你恶毒善妒，但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不会赶尽杀绝。你若放不下我，待我与云儿大婚后，可纳你为妾。江景和，你我重生最好的结局是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论起寻仇，也该是我找你。既然你们定了亲，我自会跟你避嫌。你的死是我过激了，可倘若你不模仿云儿在额间画花钿，我又如何会暴怒？只要你这次安分守己，王府便有你一席之地。我们也曾有过恩爱时光。只要你不觊觎皇后之位，当个宠妃也。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谢长宁断不会为妾。瞧瞧，瑞王这礼送的真厚，可惜不是给那位狄小姐的。难不成从前都是谢长宁纠缠王爷，嫡出小姐一副勾栏作态，怪不得得不到瑞王的青睐。娇娇，父亲虽不知道你与王爷发生了什么，可如今舆论与你不利，你可需要出京避一避风头。我先前不是没想过躲到慈恩寺中，可这是躲不得。造孽呀！当初便不该将芷云接回。儿时您便偏心将我寄养在边疆，如今瑞王倾心于我，父亲也要夺过给姐姐吗？我会让您看到，即便我不如姐姐尊贵，但我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女儿。父亲，巴蜀郡近日恐有大震，您早做准备善后，莫要声张。大震！我这便入宫面圣。不必，瑞王定会提前防备，去抢这民心。您只需准备接手乱局。谢长宁白瞎了京城第一贵女的名声，样貌出众又如何？就是有了谢芷云这天女下凡的妹妹，尽显得她一无是处了。姐姐，皇后也该轮到我当了。你才是真正的天命女又如何？只要我有记忆，我也可以是天命女。你说说，这样好的命格，你却要故意藏起来，让我再替你收下来。你以为我做皇后是因为江景恒是皇帝？有没有可能你们本末倒置了？你这张嘴，这张脸真让人讨厌！芷云，谢长宁，我警告你，再伤害芷云，我便让你连妾都做不了。谢长宁，你浑身上下到底何处有京城贵女的风范？分明就是深闺中被嫉妒充满头脑的杜甫。杜甫，上个月游湖，你还在我耳边说我风华绝代，想将我藏起来。
上一世便是因为你容不下云儿，才会导致我们决裂。你如今为何还要犯这样的错？我为何要容得下他？江景恒，你分明知道他的身世，他的存在是对我母亲、对谢家最大的侮辱。闭嘴！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何其无辜！此事你若不烂在肚子里，有10000种方法让你永远说不出话。来人，谢小姐姐妹情深，欲前往慈恩寺为妹妹祈福1月，即刻送她去。都住手！谢小姐是为本王未来的王妃祈福才清修1月，流言惑众，再敢闹事，通通抓起来！上一世陪他征战时，他也曾这样护着我，可这次是他亲手把我推入这境地的。今日维护你可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觉得当日让人扭送你去寺庙不妥。知道了。不过离经处理灾情，怎么就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？瑞王爷，丞相府庙小，容不下王爷与王妃，只愿下月王爷大婚后，别再来找老夫和女儿的麻烦。大婚后，本王会找时间来与丞相商量，将长宁嫁给我做妾的事。你景恒，你怎么不顾体面？丞相一生忠君为民，你毁约另娶便罢了，还要他唯一的女儿做妾，未免侮辱我者。若丞相不嫌弃，我愿以江山为聘，求娶长宁为太子正妃。承蒙殿下厚爱，我愿意。上一世我违背天意选了江景恒，才会有后来的惨剧。太子殿下选我，必是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只求殿下护我与父亲一世平安，作为诚意。接下来，若瑞王有大动作，我定会助力殿下对抗他。果然不久之后，便传来消息，瑞王妃预言不日将会出现疫病。150文，这米价怎的又涨了？前儿个才涨过一次啊！爱买不买，瑞王妃都预言疫病要来了，再不存粮，等死吧你！各位，瑞王妃乃是上天眷顾的天命女，预知未来救苦救难。如今预言疫病，那是给咱们凡人指路。快去瑞王府求平安符吧！金银花竟然要1两银子，你爱要不要？这哪是救命药，这是吃人血啊！说起来，一平之事非同小可。我这几日忧心忡忡，夜夜难眠，就怕没能提前提醒百姓，让大家遭了难。王妃娘娘心善，这般福泽哪里是旁人能比？不像某些人轰占着嫡女的名头，身上却半点福泽都没有，只知道冷眼旁观。就是真天命女和假的自然不一样。谢大小姐还是安分些吧。王妃既然夜不能寐，想必是忧心那哄抬的粮价和药价，不知王妃可有良方解决？谢长宁，你有这闲工夫操心，不如多去求求神。既然你这般不识抬举，这宴席你也不必做了。小姐，他们太过分了，明明您才是真正的。无妨，让他先得意几日。清河，你马上去查一查，京中这几日哄抬粮价、囤积药材的粮商药商，哪些和瑞王府有勾连？小姐的意思是，他们在借机敛财，要把账目和来往书信都给我拿到手。父皇，儿臣启奏，瑞王妃预知1月之内，京城将爆发大规模疫病，此事关乎万千百姓性命。儿臣恳请父皇授予儿臣统筹防疫、调度粮草药材之权，提前封锁城门，调拨国库药材。儿臣反对。二弟，仅凭一句虚无缥缈的预言，便要搅动整个京城秩序，动用国库储备，是何道理？如今日降梅雨，大量囤积，极易没病。你让百姓砸锅卖铁囤货，若预言不灵，百姓倾家荡产，这个后果你担得起吗？皇兄此言差矣。上回巴蜀地震，鱼儿救了多少百姓？你如今阻拦，是想置京城百姓于死地吗？救灾是本分，借预言搅乱民生是祸乱。行了，
朝堂之上吵成何体统？准瑞王府自行筹备防疫，暂不动用国库分毫。我就知道他会来这一手，这是京中粮商、药商与瑞王府勾结的证据。借着预言哄抬物价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他这是在和百姓的心。你打算如何做？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。很简单，他想造神，我便让他从神坛上摔下来。殿下，我们联手，如何？好。王爷息怒，太子殿下就是嫉妒我能预知未来，怕我抢了他的风头。只要预言应验了，父皇和百姓自然会看清谁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人。还是云儿你懂事。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才是真正的。奇怪，上一世明明就是这时候爆发的疫病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？你去找几个游医到周边村落散播谣言，就说出现了怪病，再找人在市井添油加醋，务必让恐慌闹大。10两金子，少一个子儿也别想拿走这救命药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药越来越贵了。小九，这流言越传越凶，百姓都快乱了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！父亲别急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乱了阵脚。您以丞相名义下令，让京兆尹严查造谣者，抓到一个重罚一个，掐断源头。那百姓手里的粮和药，开我们丞相府的粮仓，以平价向百姓售卖粮食，再拿出府里存的药材平价售出，先稳住民心，谎言自会不攻自破。还是谢大小姐心善啊！瑞王妃说要闹疫病，外头的粮价都涨到天上去了，要不是丞相府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。谢大小姐才是真正的菩萨心肠，那些造谣的才没有好心。谢长宁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云儿好心提醒百姓防疫，你却在这里平价卖粮，故意拆他的台，是不是？瑞王殿下这话可笑，百姓被你们的预言逼得买不起粮食，我平价售粮救民于水火，何错之有？倒是殿下借着一句预言哄抬物价，看着百姓倾家荡产却无动于衷，你还有脸来质问我？你不过是嫉妒云儿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，你折腾这些动静，不过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让我多看你几眼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只要你现在低头认错，不再和云儿作对，等我和她大婚后，我便纳你为侧妃，给你仅次于她的尊荣，如何？瑞王殿下怕是忘了，我是堂堂丞相府嫡长女，金枝玉叶，你让我给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庶女做妾，我谢长宁就算一辈子不嫁，也绝不会给你江景恒做妾，更不屑于抢你们偷来的那点荣光。谢长宁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皇帝，你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，对未来的太子妃动手动脚，是何居心？我们走。江景真对谢长宁终究是不一样的，如果那贱人真的回头，我抢来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。这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他贼心不死，一直惦记着王爷，惦记着我的天命女名头。娘娘息怒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咱们得想办法把脏水泼到谢长宁身上，让王爷彻底厌弃他，让百姓都恨他。你去找些人在市井里散播谣言，就说谢长宁嫉妒我，心生歹念，说他不仅暗中囤积药材哄抬物价，还打算偷偷往井里投毒，好让疫病真的爆发，证明我的预言是错的。我要让全京城的百姓都恨死这个毒妇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丞相府那位大小姐为了争风吃醋，要在井里下毒呢。就是，他想害死咱们，好显得瑞王妃预言错了。这心肠比蛇蝎还毒。怪不得他平价卖粮，原来是想把咱们聚在一起毒死啊！哦，找他算账去！谢长宁滚出京城，毒妇还我命来！这群乱臣贼子！父亲，别去，现在百姓正在气头上，被流言蒙蔽了双眼，您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。把散播谣言的源头全都给我抓起来，查清楚那些造谣者和瑞王府的往来，所有书信、银钱交易一个都不能少。属下领命。谢芷云，你想玩阴的，我就陪你玩到底，看最后
谁身败名裂？受此奇耻大辱，我这就进宫面圣，定要谢芷云那个孽障说出真相，还你清白。父亲，您先别急，现在一瓶预言还没到期，您此时进宫，百姓只会觉得我是被戳中痛处才反咬一口，根本没人会信。那谢芷云就是个白眼狼，当年若不是你母亲心软，她早就死在边疆了。如今竟然这样害你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上一世我受的苦，比这多千倍万倍。我现在要的不是一时的清白，我要让他和江景恒彻底摔进泥里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您放心，等预言的日子一到，疫病没有爆发，百姓自然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骗子。王爷，当初我们可是听了王妃的预言才倾家荡产囤货的，现在日子快到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损失谁赔啊？瑞王府必须给个说法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散了，散了，都散了！王爷有令，擅闯王府者格杀勿论。王爷，怎么办啊？这都快1个月了，一点疫平的动静都没有，我好怕。怕？现在知道怕了。当初你信誓旦旦说预言绝对没错的时候，怎么不怕？要是预言不应验，全京城都要看本王的笑话，本王都要被你连累死。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上一世明明就是这个时候，难道不是你非要越级造势的吗？现在出了事，你反倒关起我来了，江景恒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最近京城有几个因风寒去世的百姓，你把死因伪造成疫病，出具假的验尸文书。王妃娘娘放心，小的一定办得妥妥当当，绝对不会有人看出来。记住，死死咬定是疫病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人赃并获，长宁，你想在什么时候收网？不急，明天就是预言的最后一日，我们要等百姓的愤怒攒到顶谷，再给他致命一击。殿下，请调遣东宫侍卫暗中护送粮草，明日大戏开场，我要让瑞王府再无翻身之地。骗子！什么天命女？我砸锅卖铁存的粮全烂了，还我血汗钱！这就是你们说的救命药！我儿子连学都上不起了，瑞王妃滚出来偿命！王爷，怎么办？他们要冲进来了，我好怕！你快想想办法！办法？本王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就是你说的天命预言。这群刁民都疯了！开门，让谢芷云那个骗子出来！还我们的血汗钱！躲在里头算什么本事？给本王镇压！谁敢再往前一步，直接给本王打！出了事，本王担着！万有万不可呀！外面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，若是真的动了手，事情就彻底闹大了。到时候皇上那边也没法交代啊！本王管不了那么多，难道就让他们拆了这瑞王府吗？给我打！禁军听令，护卫现场，不准伤民。各位乡亲，安静一下。我知道大家因为疫病预言的事受了损失，心里有怨气。今日我与太子妃谢长宁来此，就是为了给大家解决问题。我们早已料到今日的局面，提前筹备了新粮和补偿银两。大家现在可以回家，把家里发霉不能食用的粮食整理好，3日内到丞相府门口，可等量兑换新粮。除此之外，每户还能领取5两银子的补偿，弥补大家的损失。等量换新粮，还有5两银子！太子殿下万岁！多谢太子殿下，多谢谢小姐。谢小姐才是真正心善的人啊！我们之前真是瞎了眼，信了那骗子的话。
假天命女，骗子，滚出来！之前的地震预言，怕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拿百姓的命当赌注。你们瑞王府要遭天报应的，遭天报应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谢长宁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我就是人人喊打的骗子？云儿，别冲动，现在出去只会让局面更乱，给本王带着。我待不住，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撕烂他的脸！谢长宁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，让一笔没有发的？是我，你又能如何？我就知道是你，就是嫉妒我，嫉妒王爷爱我，嫉妒我是天命女，所以才故意毁了我的预言，是不是？谢芷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你所谓的天命女身份，所谓的预知能力，不过是靠着偷来的前世记忆装神弄鬼罢了。你偷了我的命格，冒了我的功劳，抢了不属于你的东西，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，一辈子装下去吗？上一世的疫病是天道对逆迁夺位者的惩罚，这一世龙气不在某人身上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异变。你连这点都看不明白，还敢妄称天命女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就说嘛，预言怎么会平白无故不准？原来是偷来的名声！瑞王府真是恶心，拿咱们百姓当猴耍！你胡说，你全是胡说！谢芷云，你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在我面前嚣张了。谢长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警告过你多少次，不准再伤害云儿！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？江景恒，你凭什么警告我？是谢芷云先动手要打我，我不过是自保而已。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护着他，还要来指责我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云儿那么柔弱，怎么可能主动动手？分明是你出言羞辱她，把她逼急了。我知道你爱我爱到无法自拔，我也早就承诺过，待我和云儿大婚后，便纳你为妾。你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，巴巴的跑来这里帮我善后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让我看到你的好吗？只要你这次安分守己，不再找云儿的麻烦，瑞王府永远有你一席之地。我们毕竟有过5年的夫妻情分，只要你不觊觎不属于你的位置，当个宠妃有何不可？瑞王，姑许给谢长宁的是明媒正娶的太子正妃，是未来母仪天下的皇后之位。别说你瑞王府的一个妾位，就是你这瑞王妃之位，谢长宁也根本看不上。你如今拿着一个妾位在此羞辱姑的太子妃，是何居心？皇兄，这是我和谢长宁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还有过5年的夫妻情分，轮不到你来插嘴。说什么？轮不到姑？谢长宁如今是父皇亲封的太子妃，是姑的未婚妻。江景恒当众对谢长宁出言羞辱，动手动脚，就是对姑不敬，对皇室无礼，怎么就与姑无关了？江景恒和谢芷云借着一句虚无缥缈的预言哄抬物价，让万千百姓倾家荡产，如今被反噬不想的弥补过错，反倒在这里对着帮你们收拾烂摊子的人说三道四，简直不知廉耻。民如水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你们操控舆论托举自己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的下场？我有无能，这种人也配当王爷？就是，害得我们差点饿死，还有脸在这显摆王爷威风？长宁，我知道你就是在跟我赌气，就是怪我娶了谢芷云，所以才故意跟皇兄走得这么近，想气我对不对？上一世的事都过去了这么久，如今你也出了气，就别再任性了。想待在我身边，就该安分守己，别再拿皇兄当幌子。听话。骗子，还我们血汗钱！本不想这么早暴露天命女的身份，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。别这
本就是属于你的荣光。不可能！谢长宁，你的太极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明明把它藏起来了。他承认了，他额头上的花是画上去的，谢大小姐的才是真的。天哪！咱们竟然被一个画花店的骗子耍了这么久，谢大小姐才是真正的天命女。我的天，瑞王妃的花店是画的，遇水就化了。谢小姐的胎记是真的，天生的重瓣莲花。国师不是说天命女额间有天生异象吗？我知道了，瑞王妃的花地是假的，谢小姐的胎记是真的，谢小姐才是国师预言里真正的天命女呀！怪不得巴蜀地震时是丞相府第一时间备好善后，原来谢小姐早知天意，疫病预言也是谢小姐和太子拦着咱们，才没让咱们赔死。倒是那假货骗咱们倾家荡产。谢小姐救我们于水火，谢小姐多谢谢小姐救我们于水火。大家快快请起，长宁只是做了分内之事，当不起大家如此大礼。今日之事，还请大家暂且不要声张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长宁在此，谢过各位。谢小姐放心，我们嘴严得很，绝对不会乱说话。您就是我们百姓的福星，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惹麻烦。大家都散了吧，粮食置换和银两补偿3日内都会照常发放，大家按秩序到丞相府办理即可。是，多谢太子殿下，多谢太子妃。瑞王，真是恭喜你。白白重来一次，守着真正的凤凰，弃之如敝履，偏偏把榆木当成了珍珠。为了一个骗子，赌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前程。江景寒，你真是愚蠢至极。那是一朵重瓣莲花。救我的人，从来都不是谢之宇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救我的人明明是云儿。怎么会是他？王爷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的花店是不小心被水冲掉的，我才是天命女。回丞相府，走。太子殿下，谢小姐，奴才可算找到2位了。陛下有旨，宣2位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有误。看来瑞王府门前这一场闹剧，不仅揭穿了谢芷云的假面，也终于惊动了深宫里的那位。头前带路。是。国师，你跟朕说实话，当年你预言丞相府必出一女能预知未来，是真正的天命女，这个女子到底是谁？回陛下，臣当年的预言从未说过天命女，额间是凤羽天命女。臣预言的天命女正是丞相府嫡长女谢长宁。什么？她额间天生一枚重瓣莲花胎记，那才是天命所归的象征，也是她拥有预知能力的根源。既然如此，你当年在大殿之上为何不直接说清楚，反而让谢芷云那个庶女钻了空子，冒领了这么久的名头，害得朕差点认错？陛下有所不知，谢长宁是臣的小师妹，也就是丞相夫人林氏的独女。你明知朕的心思，为何不说？当年师妹临终前特意嘱托臣，千万不要泄露长宁的天命女身份。林氏为何要如此？师妹说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长宁过早暴露身份，只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。臣只能遵守遗愿，只给预言，不点其名。原来如此，可臣也没想到，那谢芷云竟如此大胆，用画出的凤羽花天蒙蔽众人。若非今日那桶脏水，臣恐怕还要继续隐瞒下去。长宁小姐受了太多的委屈。哈哈，好一个天意如此！朕就说，能心怀百姓，处变不惊，有如此格局与手段的女子，才配得上真正的天命女。太子殿下，谢大小姐到。宣，朕要亲自册封谢长宁为大江皇太子妃。参见陛下，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快平身！长宁，之前是朕糊涂，竟被谢芷云那种奸人蒙蔽，让你平白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是朕的不是。陛下言重了，此乃谢芷云欺君罔上，长宁不敢让陛下担责。有什么不敢当的？朕说是便就是。
圣旨到，谢长宁跪听宣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闻丞相谢氏之女长宁，玉秀名门，柔家诚信兼备，礼范克贤，通天地之灵，知未来之事，心怀百姓，仁善端方，特册立谢长宁为皇太子妃，钦此。臣女谢长宁接旨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儿臣谢父皇成全。好，好啊！来人，将朕准备的贺礼抬上来。这只是定礼，朕要给长宁最高规格的太子妃册封礼。你们且回府安心筹备大婚。王爷，您听云儿解释，那都是谢长宁使的妖法。王爷，开门啊！王爷，你不能听信那群贱民的胡言乱语。王爷小心，左方3点钟有伏兵。谢长宁，你也配模仿芷云？原来上一世助我登基的人，从来都是他。父皇，儿臣愿意当年您给的一道空白圣旨，求娶丞相庶女谢芷云。我竟然用母妃拿命换来的圣旨，求娶了一个骗了我2世的毒妇。谢长宁，我竟一次次羞辱你，要纳你为妾。王爷，你终于肯见云儿了，你饿不饿？云儿这就去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谢芷云，我问你，儿时滚落山崖救我的人，到底是谁？你给我说实话。谢长宁，救你的人是谢长宁，是我骗了你，是我冒领了他的功劳。王爷饶命，我错了，云儿再也不敢了。瑞王殿下留步，我家小姐有令，不见外客，尤其是您。谢长宁，娇娇，你出来！我知道错了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奸人蒙骗，求你出来见我一面，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娇娇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不出来，就一直跪在这里，跪到你肯原谅我为止。这个混账东西，当初羞辱娇娇的时候怎么不想着认错？如今知道真相了，跑来这里装什么神情？老夫非去打断他的腿不可！父亲别去，他要跪就让他跪着，左右累的是他自己的膝盖，与我们何干？可就跪在府门口，若被过往百姓瞧见，岂不是又要传出什么难听的闲话？传话给江景恒，就说我与他早已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如今我是父皇亲封的太子妃，他若再这般纠缠不休，便是对太子不敬，对皇室无礼。若还顾念皇室体面，就立刻滚开，别在这里污了丞相府的门楣。瑞王殿下，请回吧。娇娇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是废掉和谢芷云的婚事，我也心甘情愿。王妃不好了，王爷说要废掉和您的婚事。废掉婚事？他疯了！他怎么敢？备车，立刻去丞相府，快！王爷，王爷，您快起来跟我回府！您怎么能说要废掉我们的婚事啊？您明明答应过我，要给我无上尊荣的，我是您的王妃啊！滚开！若不是你这个贱人撒谎骗我，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我和娇娇之间全都是被你毁了，你竟然还有脸来这里纠缠！听说了吗？瑞王跪在相府门口求饶呢，说要休了那假天命女。哼，早干嘛去了？眼瞎心盲，放着真凤凰不要，把个骗子当心肝，真是报应。如今看人家当了太子妃又去攀附，这瑞王的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就是。这个逆子简直是丢尽了我皇家的脸面！传朕旨意，
让江景恒那个畜生立刻滚回府去。陛下息怒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告诉他，禁足瑞王府3个月，无诏不得出府。若再敢靠近丞相府半步，这就削了他的王爵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瑞王江景恒不顾伦常，失了体统，当众喧闹，有辱皇室尊严。即日起禁足瑞王府3月，闭门思过。王爷，请吧。娇娇，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。上一世你陪了我整整5年，助我登基，那份情谊怎么可能说散就散？你会感动的，看到这些忏悔，你一定会心软的。无论花多少银子，必须送到谢长宁手里，快去！小姐，这是瑞王府的小厮偷偷送过来的信，全是写给您的。拿下去，一把火烧了。以后再有瑞王府送过来的东西，不用通禀，直接处理掉就好。就这么不想看江景恒的信，不怕里面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？一个骗了我2世，害我惨死的人，能有什么要紧事？无非就是些假惺惺的忏悔罢了，我看都懒得看，脏了眼睛。你能这么想，最好不过。左右再过些日子，你就是我的太子妃了。这些不相干的人不必放在心上。我自然知道，比起看那些没用的信，我更在意我们的大婚，哪里有不妥的地方，殿下可要多费心。放心，你的事我事事都会亲力亲为，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这么久了，也该回信。他一定是在怪我，信里写的不够深刻。没关系，娇娇，我写到你肯回信为止。你只是在赌气，对，你只是在跟我赌气。信呢？回信呢？为什么一封回信都没有？王爷饶命！丞相府门禁森严，咱们的人连路口都靠近不了，送进去的信都被直接丢出来了。他一定是在等我亲口去解释。等禁足结束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接他回来。你看这件怎么样？上面的凤凰纹样是让上衣局特意改的，用金线混着孔雀羽线，阳光下会有流光。你若是不喜欢，有别的。殿下费心了，这件就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还是太子殿下真心待我们娇娇，之前那个瑞王简直是瞎了眼。是啊，娇娇苦了这么久，终于能有个好归宿了。你喜欢就好。还有混房的布置，我让人把东宫寝殿重新翻修了。你看看格局，若是不喜欢哪里，我立刻让人改。殿下怎么知道我喜欢玉兰树？上次和你逛御花园，你在玉兰树下多站了一会儿，我便记上了。左右你嫁过来之后，东宫就是你的家，自然要处处都合你的心意。多谢殿下，事事都为我考虑的这么周全。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太子妃，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我不为你考虑，为谁考虑？下月初6可是太子的好日子，听说大礼规格是按开国礼办的。谢大小姐真是好福气，10里红妆都已经备好了。瑞王殿下，陛下圣谕，您不得靠近丞相府半步，请回。给本王滚开！那是本王的娇娇，本王要去接她。他满心满眼只有谢长宁，若我再没点价值，迟早会被这疯子处理掉。想起来了，是边境，蛮族入侵，那是江景恒前世兵权的来源。你进来做什么？滚出去！王爷，我有大事要跟您说。1月之后，蛮族会大举入侵，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。你还敢跟我谈预言？上次议平的事，你害得我还不够。王爷，上一世您就是靠这场仗拿到了兵权，才有了和江陵渊抗衡的资本，这是我们唯一翻身的机会。若我能立下战功，父皇便会重新看重我，长宁也会知道江陵渊那个废人根本护不住大江。渊儿，若是真的，等我凯旋归来，我定给你无上尊荣，绝不负你。父皇，儿臣启奏，瑞王妃谕之，1月之后，边境蛮族将撕毁止阿协定，大举入侵我大晋边境，边关百姓危在旦夕。儿臣自请领兵出征，镇守边关，为国分忧，还请父皇恩准。又是预言，上回疫病还没闹够吗？简直荒谬！边关这10年何时起过战事？儿臣反对。二弟，10年前，父皇便与蛮族首领签订了止戈协议，10年间边境无战事。如今仅凭一句虚无缥缈的预言，就要调动10万大军，耗费100万粮草，兴师动众，劳民伤财，你可知后果？
上一次巴蜀地震，云儿的预言就应验了。难道要等蛮族大军打过来，我们再做准备吗？到时候边关失守，无数百姓惨死，这个责任你将领员担得起吗？担不担得起，也轮不到你用一句预言来裹挟朝堂。边境守将800里加急送来的奏折，全都是边境太平，蛮族毫无异动。你凭一句空口白话就要调军，简直是胡闹！我凭的是天命女的预言，云儿能预知未来，这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。我愿立下军令状，若是预言不应验，我甘愿领罪，任凭父皇处置。请陛下圣裁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绕着京城走半圈，本王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大境的边境终究还要靠本王去守。王爷重展兵权，太子那边怕是已经坐不住了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拿到兵权，立下战功指日可待。还是多亏了你云儿，若不是你预知战事，本王也拿不到这个机会。等我凯旋归来，因为你请功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天命女。我不要什么尊荣，只要能陪在王爷身边，帮王爷达成心愿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儿臣定不辱使命，击退蛮族，保我大境边境永世安宁。大军已经出发了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时常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这一去，注定是无功而返，甚至还会惹下滔天大祸。我等着看就是了。都下去吧，没有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上一世的边境大战根本不是蛮族主动入侵。哦，愿闻其详。那是因为我强行将属于你的龙气转嫁到了江景恒身上，天道为了修正这个错误，才引发了战争，本质上是对他逆天夺位的惩罚。这些事我都知道，上一世的事不怪你。殿下知道，即便不知龙气，我也能猜到几分。这一世我没有帮他，龙气一直在你身上。天道没有需要修正的错误，这场蛮族入侵根本不会发生。江景恒带着10万大军，注定白跑一趟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早朝上我虽出言反对，却未强行拦他。他一心求战功，拦了这次还有下次，不如让他去撞撞南墙，他才知道回头。可是殿下，江景恒立了军令状，若边境太平无功而返，他会被严惩。以他的性格，定会铤而走险。他极可能为了战功主动出兵挑事，强行撕毁止戈协议。到那时，战火就真的烧起来了。极可能为了战功主动出兵挑事，强行撕毁止戈协议。到那时，战火就真的烧起来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出应对之策。在他出发前，我就已给边境守将传了密信，让他们严守边关，没我的命令，绝不许配合江景恒擅自出兵。同时，我让禁卫秘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，任何异动都会8里加急报我。我还在大军里安插了人手，江景恒若敢擅自开战，他们会第一时间拦阻，即便拦不住，消息也能立刻传，我们好提前合围。殿下连这都想到了，殿下果然思虑周全，是我多虑了。不是你多虑，是你太了解他了，有你提醒，我才能万无一失。左右他这去，翻不出什么浪花。长宁，我们只需安心筹备大婚。蛮族动向如何？大军集结在何处？事后可有带回敌袭的消息？回将军，末将等日夜监控，边境沿线风平浪静，蛮族各部都在正常放牧，连零星的越境摩擦都没有。不可能！瑞王妃明明预知1月之内蛮族大举入侵，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是不是你们监控不力？末将不敢懈怠，确实毫无意图。退下！咱们带了10万大军来喝西北风，这都快1个月了，人影子都没见着。听说又是那瑞王妃的预言，真是劳民伤财。再等些日子，又要我等，期限已经到了。将军，如今1月之期已到，蛮族毫无动静，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率军回京向陛下请罪，或许能从轻发落。请罪？本将军立下了军令状，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将军绝不回去，不信这样打不起来。
本将军不能无功而返，战功必须有战功。既然蛮族不主动来，就逼他们来。只要抢下部落立了功，父皇绝不会追究。传本将令，今夜集结3万精锐，夜袭黑石部落，扬我军威。将军不可，10年前陛下就签订了协议，双方互不侵犯。若其反扑，边境将生灵涂炭啊！有什么担不起的？本将军是镇西大将军，一切后果本将军一力承担。我意已决，谁敢再拦，以此案为例，军法处置。王，黑石部落被大靖军队屠杀了，妇孺不留，牛羊被抢，全部落都成了焦土。大晋撕毁协议，无故杀我族人，传我命令，集结所有部落大军，我要亲自领兵血洗镇藤关，向大晋兴师问罪。快，将此捷报800里加急送回京城，向父皇报喜。将军，黑石部落可是蛮族王亲，我们这样做恐怕……怕什么？他们被本将军打怕了。如今战功在手，本将军就是大靖的功臣。哈哈哈。快开城门迎战！本将军不信挡不住这群蛮子。将军不可啊！士兵们皆知是您先屠了人家部落，事出无名，军心已散。情况不妙，我也先离开这儿吧。关城门，死守，谁也不许出战。逆子，这个逆子！朕让他去镇守，他竟敢擅自撕毁止戈协议。蛮族8万大军压境，若是这年关破，朕的江山还要不要了？父皇息怒，当务之急是平息蛮族怒火，保边境安宁。儿臣请命，愿作为大靖使臣，亲赴蛮族王庭议和。李渊，蛮族首领正在气头上，你此时前去，怕是有性命之忧啊！儿臣身为大靖太子，保家卫国是分内之事，何惧危险？此事因江景恒而起，理应由大靖道歉并赔偿。若一味开战，只会让百姓生灵涂炭。太子殿下深明大义，臣等附议。好，朕准了，朕给你全权处置之权，只要能退兵不割地，其余你皆可做主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，平安归来。殿下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边境那边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已经向父皇请命，作为使者前往蛮族王庭议和。今日来是跟你告个别。议和？蛮族正在气头上，你现在去太危险了，能不能换个人？蛮族要的是诚意，唯有孤这个太子亲临，方能最快平息战火。换了旁人，怕是连王朝都进不去。大吉之兆，殿下此行定会一帆风顺，平安归来。我就说无碍，有你这位天命女亲自起卦祈福，孤定能马到成功。别不当回事，万事以自身安全为重。我在京城等你，大婚还等着你主持。好，我记住了，定不负归期，风风光光娶你过门。殿下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大靖皇太子江临渊代大靖君臣为镇西大将军鲁莽开战之行郑重致歉。此乃详细赔偿方案，愿抚恤死难，重建部落，重签盟约，永结秦晋之好。太子殿下的诚意我感受到了，赔偿方案我也可以接受，但是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条件，只要大靖答应，我就立刻下令退兵，签下100年盟约。首领请讲，只要不伤及大靖国体，不损害百姓利益，皆可商议。我听说大靖的瑞王妃谢芷云能预知未来，是上天庇佑的天命女。我族向来敬畏神灵，若大靖愿让这位瑞王妃远嫁我蛮族和亲，此前恩怨一笔勾销。首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谢芷云乃大靖瑞王正妃，是父皇亲封的皇家儿媳，孤不能擅自做主，需回京禀明父皇，方能给首领答复。好，我给太子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和亲，则盟约成，否则那便战场上见。殿下，瑞王妃毕竟是皇家颜面，若真送去和亲，京城那些老臣怕是要闹翻天啊！颜面重要，还是边境百姓的性命重要？
战事因他的假预言而起，让他和亲，付出代价。江景恒，你拼命想护住的宝物，如今成了你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你还护不护得住。800里加急，送往金轮殿亲承父皇。等王爷凯旋的消息传回，这京城的贵女们都得来巴结我。到时候我还要去那谢长宁面前走一走。那是自然，王妃娘娘预言神准，王爷这次定能封侯拜相。谢芷云毕竟是朕亲赐的瑞王妃，若是把皇家的儿媳送去和亲，这天下人该如何议论朕？议论皇家薄情寡义。可若是不答应，蛮族8万铁骑压境，国库空虚，数十万百姓又要陷于那个水火之中。这场祸事本就是谢芷云那个假预言引来的。立刻传朕口谕，召丞相、谢相、国师速速入宫商议。二位爱卿，你们看此事该如何处置？蛮族首领点名要谢芷云去和亲，那个害死我夫人、屡次暗晒长宁的孽障，死在关外才好。陛下，臣以为答应蛮族的条件并无不妥。谢芷云并非真正的天命女，她去和亲根保边关安宁，也算是她将功补过了。启禀陛下，这是瑞王从边境送回来的请罪奏折。好，好得很，朕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他在奏折里说，只要能赎他的罪，他愿意将谢芷云远嫁蛮族和亲。自己脱罪，连自己的正妃都能毫不犹豫地推出去换命，他还有半分皇上的体面吗？拟旨废除谢芷云瑞王妃之位，册封为和硕公主，令其3日后启程远嫁蛮族和亲，以平息两国战事。传旨公公，带上侍卫，立刻前往瑞王府宣旨，一刻也不得耽误。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一定是景恒打胜仗了，陛下封赏来了。臣妾谢芷云恭迎圣旨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瑞王妃谢氏芷云德不配位，妄言天命，挑起边境战事，祸国殃民，本应严惩。念其尚有一丝可用之处，特废黜其瑞王妃之位，册封为和硕公主。3日后启程，远嫁蛮族和亲，以息两国战火。钦此。不可能，我是瑞王妃，我是天命女，我不去和亲，一定是你们传错旨了。我要见陛下，我要见王爷。和硕公主，接旨吧。这是陛下的旨意，容不得你抗旨。我不接，我不去蛮族那种蛮荒之地，滚，都给我滚！公主，抗旨不遵是要灭九族的，接了旨，你还能活命。江景寒，你会遭报应的！谢长宁，是你毁了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可是为了太子和长宁的大婚，陛下，老臣今日不是为了婚事，是有一件瞒了陛下10几年的欺君之罪，要向陛下坦白，请陛下治罪。爱卿这是为何？陛下，被送去和亲的谢芷云根本不是老臣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那是当年夫人省亲途中被地痞玷污后产下的孽种，夫人因此郁郁而终。老臣念及她身上有一半夫人的血脉，不忍杀生，才谎称庶女养在府里。谁知她狼心狗肺，害我长宁，更惹出边境祸事，是老臣养虎为患，请陛下赐死。谢芷云竟不是谢家骨肉，那江景恒为了这么一个孽种，竟然弃长宁于不顾。那个逆子为了一个地痞的种，赌上了全部前程，甚至要和朕的太子反目，简直是天下第一大蠢货。此事不怪你，你是一片仁厚之心，被那孽障利用了，是朕糊涂，竟让那个假冒的庶女在朕面前蹦跶了这么久，委屈你，更委屈了长宁。国师，谢相方才所言谢芷云身世一事，你是否知情？他到底为何能屡次预知未来？陛下，谢相所言句句属实。谢芷云生父乃心术不正的地痞，当年玷污了臣的小师妹，也就是丞相夫人，才生下此女。丞相夫人就是你师妹？是，师妹临终特意嘱托臣，定要护好她的亲生女儿谢长宁。真正的天命女从来只有长宁小姐，她额间的重瓣莲花胎记是天生灵脉，那是预知能力的根源。谢芷云血脉肮左，根本不可能承接天命，她那些预言不过是靠着重生的记忆偷来的。好一个骗子！
江景恒那个逆子，为了这么个冒名顶替的女人，竟要弃天命女于不顾，简直是愚蠢至极，无可救药。传朕旨意，800里加急送往边境，收回江景恒镇西大将军兵权，罢免其所有官职，令其即刻孤身回京，不许带一兵一卒。罢免兵权，孤身回京。父皇这圣旨定是弄错了，本将立过战功。王爷，太子殿下早有密令，请吧，王爷，不许延误片刻，这是陛下的死命令。我是皇子，我本该是未来的皇帝。谢芷云，谢长宁，我江景恒竟被一个女人耍了！儿臣参见父皇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朕让你去镇守，你却擅自撕毁协议，挑起战事，损兵折将，差点让大境陷入万劫不复。朕问你，你可知罪？儿臣知罪。知罪？我看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那个谢芷云根本不是谢家血脉，她是个地痞的种，靠着假预言招摇撞骗。为了这么个女人，赌上了母妃的命，赌上了全部前程，甚至羞辱真正助你的长宁。你是不是瞎了眼？是不是蠢到了骨子里？父皇，您说什么？谢芷云，她不是丞相的女儿。事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真正的天命女从来都是谢长宁，你被一个骗子耍了，亲手毁了她，也毁了你自己。朕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愚蠢的儿子？原来我才是那个笑话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关入天牢。皇上，听候发落。你被一个骗子耍了，你亲手毁了他，也毁了你自己。不行，我要去找长宁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娇娇，娇娇，我知道错了，两世都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对不起你，求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江景恒，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只要你肯回头，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，我想要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尊重，是真心实意的护佑，是光明正大的太子妃位，这些江陵渊都给我了。而你，上一世给我的是背叛，这一世给我的是百般羞辱，是让我给你做妾。江景恒，事到如今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给我想要的？娇娇只是生我的气，只要父皇收回圣旨，只要她还没嫁给江陵渊，我就能把她抢回来。对，只要圣旨没了，一切都能重来。父皇，儿臣求您收回册封谢长宁为太子妃的圣旨，求您成全儿臣和长宁。逆子，你简直是疯了！谢长宁是朕亲封的太子妃，是你未来的皇嫂，你竟敢觊觎嫂嫂，眼里还有没有纲常伦理？父皇，儿臣是真心爱长宁的，求父皇给儿臣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只要您成全，儿臣愿一辈子镇守边关，永不回京。你以为朕我不知道你的算盘？你哪里是爱她？觊觎她天命女的身份，想靠她预知未来的能力谋夺皇位，这点狼子野心，当朕瞎了吗？来人！江景恒不顾伦常，觊觎储妃，狼子野心，不知悔改。即刻起，削去其宗室爵位，贬为庶人，禁足于府中，无诏不得出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父皇，娇娇，你看，那秋千我给你修好了，你回来，我就带你去玩。主子，您吃点东西吧，您都3天没吃饭了，再这么熬下去，身子会垮的。垮了又如何？我现在这个样子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娇娇嫁给了太子，我成了庶人，我江景恒这辈子彻底完了。主子，您别这么想，总会有转机的。这是刚从蛮族那边拼死送过来的信，是前王妃娘娘谢芷云托人送来的。那个贱人骗了我2世，若不是她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扔出去！主子，您还是看看吧。前王妃在信里说，她有办法帮您翻身，能借到蛮族的兵马。蛮族老首领将死，新首领欲强占我愿献出蛮族8万精兵，助你夺嫡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哈哈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娇娇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夺回皇位，
把你从江陵渊手里生生抢回来。来福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帮我偷偷送一封信出去，给西南陈家军的统领陈将军，就说我有要事相商。事成之后，我封他为兵马大元帅，共享江山。主子，陈家军虽是淑妃娘娘的旧部，可如今朝堂全是太子殿下的人，这太冒险了。冒险？我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已经一无所有，就只能一辈子困死在这里等死。只管去办，出了事我一力承担。是，奴才遵命，这就去办。将军，瑞王都成了庶人，竟还妄想让我们跟着他谋反，这分明是自寻死路。我们要不要直接把信呈给陛下，揭发他的阴谋？急什么？淑妃娘娘当年对我有恩，若我直接告发，难免落个被主的骂名。可这江景恒确实走得太蠢了。一句回话，就说我陈某感念淑妃救恩，愿助一臂之力，让他定好时间路线，我们里应外合。将军，您真的要跟着他掉脑袋？糊涂！太子殿下早就给本将传了密信，估着是假意应承，为的是套出他所有的计划，向太子殿下表忠心。将军英明，属下这就去写信，务必让那废物把家底全吐出来。母妃保佑，陈将军果然是个重情义的人。我就知道天命在我，等我率领陈家军杀回皇宫，我定要父皇当众退位，我要让江陵渊跪在我脚下求饶。来福，告诉陈将军，约定在下月数日，我带人夜出京城会合，直取皇城。事成之后，他就是大境唯一的兵马大元帅。主子，若是败，闭嘴！本王绝不会败。去办。长宁，你看我这皇帝还真是死性不改，这种绝路上他竟还真敢跳。狗急了都会跳墙，何况是他这种自毁前程的疯子。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陈将军那边的人早就换成了我的精锐，就等他自投罗网了。殿下，江景恒此人偏执，我怕他临死一搏伤了你，或者对我父亲动手。放心，我早已安排好了。丞相府周围我加派了3倍暗卫，皇宫内院也全是我的人。有你在，真好。长宁，怎么了？大半夜跑过来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我预知到了，江景恒要反了。就在3天后的夜里，江景恒会带着这些年暗中培养的死士溜出府，连夜出京和陈家军会合，然后杀回皇宫，闯进父皇寝殿。他要弑君夺位。别急，慢慢说。骨头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从江景恒联系陈将军的那一刻起，江景恒的所有计划就全都在顾的掌控之中了。3天后的夜里，西城门出京，十里坡会合，这些陈将军早就一五一十地报给顾了。西城门、十里坡，还有皇宫内外，顾都布下了重兵。江景恒溜出王府的那一刻就会被盯上，他以为的援军，其实早就成了顾的人。只要江景恒一到十里坡，便是插翅难飞。原来你早有安排，是我大惊小怪，半夜跑过来打扰你了。你能第一时间想到我，说明你已经把顾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，顾心里真的很开心。你是我未来的夫君，我不依靠你，还能依靠谁？长宁，你真的愿意接受顾了？圣旨都下了，大婚在即，况且这几个月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殿下，不好了！瑞王提前行动了，江景恒带着死士已经溜出了瑞王府，正往西门的方向去了。倒是比顾预想的急了些。传令下去，按原计划行动，收网。江陵渊，你要去哪里？江景恒既然提前发难，我必须入宫作证，护住父皇，顺便给这场戏收场。你乖乖留在东宫，这里守卫森严，等我回来。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我预知到他会闯寝殿行刺，我跟着你，能帮你避开危险。好，但你必须寸步不离跟着我，不许乱跑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快，去十里坡与陈将军会合，
只要兵马到手，京城就是我们的。事成之后，黄金1000两，官升3级。陈将军果然守约，大局定矣。部队长，有埋伏，快撤！江景恒，你以为本将真的会陪你掉脑袋？本将早已归顺太子，今日此处便是你的断头台。竟敢骗我！我杀了你！太子殿下驾到！江景恒，束手就擒！江景恒，你勾结边军私养死士，意图谋反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哈哈哈哈！我有什么话好说？江林渊，你好手段，从一开始你就布好了局，等着我跳，是不是？是又如何？你两世都想着弑父篡位，若非你自己执迷不悟，孤又怎能布下这局？是你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我逼自己？若不是你抢走了娇娇，抢走了皇位，我怎会如此？谢长宁本该是我的妻子，皇位本该是我的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。够了！你还知道叫朕父皇？朕从未亏待过你。你母妃舍命救朕，朕给了你无上荣宠，可你呢？为了个骗子赌上一切，如今竟敢弑父杀君，你眼里还有皇家的纲纪吗？儿臣错了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求父皇饶命，给儿臣一个机会。饶你？大逆不道之罪，按律当诛9族。朕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陛下息怒，江景恒罪大恶极，但毕竟是陛下血脉，杀之恐伤圣谕，不如废其宗室身份，终生囚于瑞王府，无诏不得出，让其在囚室中忏悔余生。罢了，来人，将江景恒押回，锁于瑞王府，终生囚禁，不准给其兵器纸笔，违令者斩。娇娇，你看看我，你跟父皇求求情啊！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不好了，江景恒逃了，快全城搜捕！江景恒，你竟然敢逃出来，快束手就擒！挡我者死！谢承宁，娇娇，你出来，我来接你了，你跟我走。护卫，护着小姐。父亲，别怕，没事的。娇娇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跟我走，我带你远走高飞。就算我没有了皇位，我也能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江景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现在是朝廷钦犯，能给我什么？带着我亡命天涯，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吗？总好过你嫁给江林渊，他不过是抢了我的皇位，你本来就该是我的妻子。上一世你说过，就算我战败，你也会跟我共进退。你说过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王爷怕是梦里听差了，又或许我确实说过。可那时王爷一心都是你的王妃谢芷云，不是吗？我可以再起兵，我可以再夺皇位。娇娇，你跟我走，我们……孤的女人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后，还需要你个乱臣贼子来给？再让我听到你喊她的小字，我就把你的舌头拔出来。我们娇娇今天真好看，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，要嫁人了。就算我嫁人了，也还是您的女儿，会常回来看您和母亲的。好，好，太子殿下是个好孩子，对你又好，把你交给他，父亲放心。来了来了，太子殿下的迎亲队伍来了。
别怕，有我在。这是天作之合，大靖之福啊！太子殿下千岁，太子妃娘娘千岁。谢长宁，你回来！你不能嫁给他！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只能是我的！放开我，我要出去！明明上一世你还在我怀里，为什么这一世我只能在黑暗里听你嫁给别人？一拜天地！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妃娘娘，愿殿下与娘娘百年好合。长宁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可是真的愿意嫁我？我愿意。我知道上一世的伤太深，你嫁我，或许一半是为了报恩，一半为了安稳。可我还是想问，你能不能尝试着爱我？算了，是我强人所难。殿下，你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？不对啊，听闻殿下你不能人道，你刚才莫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？谢长宁，你有胆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外面都传你不能人道，不然上一世谢芷云嫁入东宫，怎么会连个子嗣都没有？谢长宁，我是爱你，所以才会娶走谢芷云，断了她与江景恒的可能。上一世，我是因为爱你，才会任由你帮着他算计我，亲眼看着你助他登上皇位。可谢长宁，你竟然敢怀疑我的能力！醒了，睡得好不好？很好，江林渊，谢谢你。又说谢，你现在是我的太子妃，为你做一切都是心甘情愿，不许再说。殿下娘娘，边境800里加急，蛮族老首领病逝，新首领撕毁盟约，谢芷云撺掇蛮族连破我朝3城，边关告急。谢芷云真的撺掇蛮族出兵了？老首领一死，他便攀附新首领，献出我大晋边防图以求恩宠。如今10万大军压境，已至镇门关下。到死都不安分，他以为靠着蛮族就能回来报仇，简直自寻死路。蛮族来势汹汹，唯有孤御驾亲征，方能稳住军心。好，我支持你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一定平安回来，不许受伤。我还没和你过够日子，舍不得让自己出事。父皇，蛮族犯我边境，儿臣愿御驾亲征，平定乱贼。好，朕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统领20万精兵，即刻开拔。大吉之兆。殿下此行必能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。有天命女祈福，孤自战无不胜。想要什么礼物？凯旋之日带给你。我不要珠宝，若打赢了，请把谢芷云活着带回来，我要亲自了结两世恩怨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孤答应你，一定把她活捉回来，交给你处置。长宁，等我回来，京城的一切就交给你了。殿下放心，我定会守好京城，等你凯旋归来。出发！娘娘，自古女子不得干政，由您暂代朝政，怕是于理不合，请娘娘收回成命。尚书大人，此言差矣。陛下卧病，太子亲征，本宫代行职权，名正言顺，何来不和？娘娘身居闺阁，若因不同政务耽误了前线粮草，后果谁担？尚书大人是说你刚递上的这份算错3处数，少算了20万担损耗的废纸吗？本宫已重新规划运输路线，省下3成损耗。若户部再出差错，提头来见。臣遵旨。前线遇险，后方当为后盾，敢有拖后者，严惩不贷。娘娘，大喜！太子殿下大胜归来，已至京郊10里坡。备车，本宫要亲自去城门口迎殿下凯旋。娇娇，我回来了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平安回来。欢迎回来，江林渊，你做到了，旗开得胜。谢长宁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殿下一路辛苦，我们先进城，回宫再说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次在边境，蛮族设了伏兵，但我们早有防备。
辛苦你了，在边境吃了这么多苦。不苦，一想到你在京城等我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你打算何时见他？如何处置？明日去天牢见他最后一面，了结两世恩怨。谢长宁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是不是？别得意，若不是你，我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是我害了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明明是同一个爹生的，凭什么你是嫡女受尽宠，而我只能寄人篱下，受尽白眼？谢芷云，你错了，我们是同一个母亲，却不是同一个父亲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怎么可能是同一个母亲？我爹明明是丞相，是谢相。谢长宁，你少在这里骗我！我骗你做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觉得谢家还有什么值得我编造谎言去骗你的？你爹根本不是我父亲，他不过是个路边的流民地痞。当年我母亲省亲回京途中，见天色已晚，好心收留了那地痞，可那畜生却恩将仇报，起了歹念，趁着护卫书玷污了我的母亲，这才有了你这么个孽种。我的母亲就是因为被那地痞玷污，觉得此生蒙羞，郁郁而终，早早的就去了。这不可能！你撒谎！你以为为什么你从小养在丞相府，却像个透明人一样，得不到父亲半分宠爱，甚至被送去边疆多年不闻不问？因为你和你那个禽兽父亲害死了他最爱的妻子。谢相留你一命，不过是念在你身上流着母亲的一点血脉，觉得你稚子无辜罢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谢长宁，你骗我，你就是想让我崩溃，故意编谎话骗我。我不信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这就是事实。你可以自欺欺人，但你骗不了天。谢芷云，你活了2世，怎么会一点消息都不知道？是不是你心里早就清楚，只是不愿意承认？我没有，我不是地痞的女儿，我是相府庶女。原来那些话是真的，我不是相府的血脉，我只是个流氓的种。上一世，父亲就是因为一句稚子无辜，才一再纵容你。可你呢？你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恩将仇报，最后联合江景轩灭了谢家满门。这笔账我记了2世，你觉得我该怎么跟你算？姐姐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下辈子做牛马报答你。下辈子？我不信什么下辈子，我只信现实报。你害了我2世，害了谢家满门，这笔账总要在这辈子算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宅心仁厚，不杀你，也不伤你，反而要送你一份大礼，让你得偿所愿，一辈子待在你心心念念的瑞王身边。谢长宁回来，你到底要给我做什么？你去找最好的纹身师傅，在谢芷云的额间纹一枚和我一模一样的重瓣莲花胎记。是。纹好之后，把他送到瑞王府，关着江景恒的那个院子里，让他们白头偕老。是。对谢芷云这种人来说，死太便宜他了。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红豆糕，贱人，都是你骗了我，我掐死你！王爷，是我是芷云，你放开我，我不是谢长宁。魏娇娇，你终于回来看我了，你别不让我知道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放开我，我不是谢长宁，我是谢芷云，你看清楚。看得开心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走路都没声音的，吓我一跳。我看你出了宫，就跟着过来了。没想到我们堂堂太子妃竟然跑到这里来看2个疯子的热闹。还行吧，就是少了点瓜子，不然更有意思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处置方法是不是比直接杀了他们更解气？是，解气得很。让他们在这里互相折磨，生不如死，确实是最好的惩罚。只是你看了这些，心里会不会不舒服？不会，看着他们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我2世的恩怨就都了结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被前世的事困住了。以后有我在，再也不会有人能伤害你分毫。我们回家。